今天我们又来到家附近的这个苗圃了。现在秋天到了，苗圃进了很多的果树，品种还挺多的。我们过来看一下。它一进门的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小景观，有流水，有喷泉，还挺漂亮的。喷泉今天没有打开，只有很小的水流出来。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一直都在下雨，雨下的还不小。这边是景观的小溪水在慢慢的流着。其实现在也还是一直在下着毛毛雨，所以今天菜园里边也没有什么事可干，因为地太湿了。到了果树区了，我其实前几天已经来过一次，买了几棵树了。今年秋天的品种特别的多，各种各样的果树都有。这边是苹果树，有这种比较典型的红富士苹果，还有这种去年也买过的黄元帅苹果。后边这边还有一大片，也是各种各样的苹果。这一片是杏树，它有这种黄色的中国杏树。这个杏树我去年买了一棵，种的不是特别的好。这些是油桃树，这边还有一点樱桃树，这一片都是桃树。我前几天就买了一棵这样的蟠桃树。这些桃树长得其实都是挺壮的，它这些树应该是都没怎么修剪。看看这些长的这种土长枝都长出去了，现在买回去之后，可能到9月底的时候，或者是冬天的时候，还要给它好好修剪一下。这些是蟠桃树，它的图片的标签都没了，不过可以从名字上面看出来。这上面写了是这种 donuts， 就是甜甜圈形式的桃子。这边还有一个另外的杏树品种叫 Gold Coat。这个杏树本来我也想买一棵，但是挑了半天没有挑出一个自己特别满意的。这一片是各种各样的亚洲梨，看就是大概是这种。我们买了一棵，这种是风水梨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品种的，这些也叫不上名字。这儿还有这种巴莱特梨。它这儿梨的品种还挺多的，亚洲梨里边，我们除了买了这种风水梨，还买了一个叫 Raja 的，看看就是这种，也是一种亚洲梨，看着应该是皮儿比较薄的那种。看这还有这种银杏树，这些是各种李子树。不过李子树我们之前种了一棵，夏天的时候太吸引日本甲壳虫了，特别难种。本来李子树应该是特别好种的一种树，不过因为有特定的虫害，就是日本甲壳虫太严重了。种李子树防甲壳虫，真是有点太费心费力了。还有好多这种形状的梨，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是不是好吃？看着还是挺吸引人的。今年挺不错的，这地方发现了很多的柿子树。以前我们在网上买的那种裸根的柿子树，养活起来还是挺难的，就是好不容易长好了，因为耐寒区的问题。当时买的柿子树都是从7区，就是最冷的话到7区，我们刚好是7A， 所以冬天的时候经常就会冻死了，然后挺可惜的。现在它这种柿子树就是已经长这么大了，而且是下边是有土坨的嘛，在花盆里边。这种就是种起来特别的容易，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品种的叫 Zero， 它是6区的，这种就比较耐寒，所以在我们这个7A 区的话，应该种上冬天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也不需要给它额外的保温保暖。我前几天也是跟买蟠桃还有2棵亚洲梨，同时也买了一棵柿子树。不过柿子树这边卖的价格是挺高的，可能是不常见吧。它这一棵要115，像亚洲梨一棵是79块多，将近80块钱。然后桃树，好像也是同样的价钱。然后有一些其他的树是50多块钱，59。像这种李子树也都是79块9毛5了。像以前去年和前年同样的这种树，应该大概是50多块钱吧，应该是59或者是不到60。这2年物价上涨还是挺厉害的，不过看这个果树的品种倒是齐全了不少。现在唯一找不到的就是枣树了，不知道看看是不是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它这边能进一些枣树。
我们现在是还得裸根儿的从网上买回来之后自己再培养，那种就是风险还是比较大的。这边这一大片都是各种各样的蓝莓树，我们以前种的蓝莓基本上也都是从这儿买的。这边还有好多的这种花树，这些就是栗子树，看看是什么品种的，叫 Dunstan Chestnut。这个能长特别高，能长到25英尺，然后也比较耐寒，是4区就可以种。这柿子树是卖95块钱一棵，而且它不是自己授粉的，得要另外一个品种的栗子树。哦，不需要另外一个品种，就是2棵就行，同一个品种2棵。这是栗子树吗？还是哦，这是桑树啊？桑树。Illinois 这是什么树 Mulberry。哦，这是棵桑树。桑树是什么？哦，这也是一棵。桑树是什么？这个没有被。这我感觉好像比它长得好呀，这一棵。79块9毛5。而且这个是自授粉的，是 best for fresh eating， 就生吃比较好。我刚才问了一下那工作人员，他这儿就剩这么1棵了，一棵卖掉了，只剩这1棵桑树了。我估计它可能不像那些树，它会进一大批，可能桑树它就是进那么一点儿。哇！其实我感觉这棵树比它已经卖掉的那棵树好，但我觉得这2个枝干还有这个主干长得都挺好的。这边这个可能往那边拉一拉，又是一个侧枝，这个让它往这边长。这种桑树这样的果实看着还是挺吸引人的，估计要是成熟了，应该是还挺好吃的。今天是又淘了1棵桑树，然后栗子树因为需要买2棵才可以，所以我们得再考虑考虑，一棵就是将近100块钱，而且还得找地方给它种下去。行了，咱们快点走吧，雨越下越大了。路还挺泥泞的，还是走那边的大路吧。这边这些苗圃一般都会有一个小商店，商店里会卖一些各种各样的跟果树呀或者种菜或者园艺有关的东西。我刚才问他这儿有没有石榴合剂，好像很不好买到，基本上在店里很难看到。这儿有榴，我们很容易买到石灰，也很容易买到榴，但是很难买到石榴合剂。这有一个很好的虫害控制的图表，我看看把它拍下来，可能还挺有用的。哦，这个是可以摘梨、摘柿子什么的。不过这些地方卖的东西价格都挺高的。看这种手锯要卖60块钱1个呀，还挺贵。看他们的防草布是这样可以零买的。这边是一些自动灌溉滴灌的东西。这还有这种喷泉用的小的水泵，看看它这儿的有机肥。看一看，这棵桑树已经被我成功的运回家了。这次又是买了苗圃里边的最后1棵桑树，另一棵已经提前被卖出去了。看看它的名字叫 Illinois Everbearing Mulberry， 这个树能长到20英尺高，也就是6、7米的样子。这边这一个就是那个红色的蟠桃，也是前几天买回来的。它一般苗圃里边的树都不怎么修剪，它不会给你修剪的，所以我们还得回头修剪一下。像这个可能把这个主枝给它留下来，这是主干，然后旁边的一些小的枝可能要稍微的给它拉一拉或者扭一扭枝，还有一些有可能像这种就看起来就比较多余了，这种多余的土长枝到时候看情况给它剪掉。这就等到移栽之后再说了。这边这2棵就是之前说的亚洲梨，左边的这个是这个叫 Raja 亚洲梨，我不知道中文的名字是什么。这种应该是比较甜，皮儿也比较薄的那种。然后右边的这个就是风水梨，
这梨树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枝条都是直直的往上长，看看每一个都是笔直的向上的。到时候种下去之后，还得给它拉拉枝。其实我选的这棵树，我感觉树形长得还可以，可能拉拉枝，像这种给它拉到45度角以下，这种也拉一拉，然后可能像这种的话，有些再给它短截一下。我也还是在不断进行果树种植的学习，像是各种的整枝啊、修剪呀，还有种植管理。哎呀，好多东西要学，感觉每种树啊，不同的类型的树都不太一样，灵活性也挺大的。你要选择修什么样的树型，然后你的种植间距什么样，然后怎么去合理的搭配管理，感觉是学无止境。这边的这个是那棵柿子树，也是前几天买的。我昨天趁着下雨之前，提前先给它移栽过来了。看看，就是这种，在我们这个区域相对来说比较耐寒的这种肌弱的柿子树，这个也是能长特别大，能长25到30英尺。这次的树坑我挖了大概是有4英尺宽的直径，然后深度是有2英尺，因为它花盆本身就有将近大概是1.5英尺吧，不到2英尺。所以一般我们是花盆宽度的2倍，所以就是3英尺多。我挖的是稍微宽一点，挖了4英尺。这样的话，它有比较宽的这种横向空间可以长。然后我往里边添了大概有1/3的堆肥土吧，就是替换了原来的这种黄泥土。然后这次我也学习了用灌浆法栽树，看就是用这种黄泥浆包裹着树根儿，把树给种下去。我觉得这种方式好像还是挺好的，然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下次种桃树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。我这棵树其实还没有完全种完，昨天是因为要赶在下雨前种上，然后其实种的时候已经开始下雨了。等过2天吧，等它稍微干一干，我把这个堆肥土再往树根的地方稍微撒一点，还要稍微的铺上薄薄的一层护根。这样的话，这种泥土啊就不会裸露出来了。后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多分享一些果树种植的经验，还有包括我自己个人学习的知识什么的，特别是很多的失败的经验教训吧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。